再来，我们要来跟各位说明原审法院的争点整理。原审是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的争点整理。台南高分院的争点整理非常的清楚。就本件的争点呢，列有这个6点。那我们这个课程呢，针对它与我们这个课程所涉及的部分呢，我们把其中的这个争点整理的5点最重要部分把它给列出来。第一个，美国法院系争确定判决内容，我国法院是否应该要加以承认？第二点，原告也就是这个遗孀，他是否为被继承人 A 这个爸爸的遗产管理人？第三点，被继承人 A 遗嘱的内容有没有包括台湾的遗产在内？第四，这个被告呢，也就是这个在台湾的女儿，就系争不动产办理继承登记，有无不法侵害原告的这个权利？第五，被告有没有丧失继承权？针对这5点的这个争点，原审的台南高分院在判决理由里面有一一的加以这个阐述。第一个，美国法院系争确定判决的内容，我国法院是否应该要加以承认？原审认为系争遗嘱是真正的，这个是经过美国加州圣马刁县地方法院判决这个 A 的子女们的异议。这个判决呢，并无民事诉讼法第402条第1项规定不予承认的情事，所以应该要任其效力。这个民事诉讼法402条关于外国裁判承认与执行，是我们前面几个单元一再的谈到的。各位要不要打开6法全书来复习一下呢？民事诉讼法第402条，外国法院之确定判决，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任其效力。第一款，依我国的法律，外国法院无管辖权者。第二款，败诉的被告未应诉者，但开始诉讼的通知或命令已于相当时期在该国合法送达，或依中华民国法律上之协助送达者，不在此限。3. 判决的内容或诉讼程序有悖中华民国之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4. 无相互之承认者。这第一项，美国法院有没有管辖权？我想，这位父亲，他在美国死亡，在美国书立这个遗嘱，而且这些子女也都在美国提起了这个异议。当时呢，住所都在美国，所以我想这个美国有管辖权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也没有第2款应诉。第3款判决的内容有违公序良俗。第4款，我国的民事裁判跟加州的民事裁判是有相互的承认的，所以呢，台南高分院认为说，这个加州这个圣马刁县的这个地方法院的判决，并没有民事诉讼法第402条第1项所规定的各款的这个情事，所以应该要任其效力。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妥当的一个认定。再来第2个争点，原告也就是这个遗孀呢，他是否为被继承人 A 的遗产管理人？
这个原审台南高分院的见解认为说，依照系争遗嘱及这个美国的判决所示，上诉人呢，也就是原告 X 遗孀，他只是 A 的遗产，他只是 A 的遗嘱执行人，他并非我国民法规定的遗产管理人。这边我们必须要提出一个问题，决定这个原告他是否为被继承人 A 的遗产管理人，他的准据法应该是要依照和国法。这个原审在这边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一件是涉外民事事件，那是跨国的继承跟遗嘱的案件，所以这个在我们前面基础理论跟各位所说明的，这个我国的法院就涉外民事事件，它是否为涉外民事事件，是否含有涉外的要素，法院应该要依职权主动的来加以判断。如果是涉外民事事件的话，法院必须要依照国际司法的方法来处理，不能够直接依照我国的民法、商法的这个实体法来加以判断，否则判决违背法令。就这个部分，第二个争点，这个原告是否为被继承人 A 的遗产管理人，就这个涉外民事事件，原审它直接是依照我国的民法来认定它究竟是否为遗产管理人，它并没有先选择准据法。我想这边是一个需要注意而且要检讨的这个一个问题。第三个争点就是被继承人 A 遗嘱的内容有没有包括台湾的遗产在内。这个原审台南高分院就这个部分指出，系争遗嘱并未详列遗产明细，上开美国判决也没有续集对佛教团体所为的赠与是否包括被继承人，也就是死亡的 A 在台湾的这个财产。而这个 A 呢，他的确曾经另外授权他的兄弟 B 跟 C 来处理他分别在嘉义市、朴子市、布袋镇、太保市、台北市的房地产。这个授权书呢，是经过中华民国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及中华民国驻西雅图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查证属实以后签证。这个呢，就这个部分，原审台南高分院认为说，这个授权书呢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这个被继承人 A 他所书立的系争遗嘱的争议，他在美国的遗嘱应该无意涵盖他在台湾的财产的部分，也就是他是将台湾的财产的处理排除在美国的遗嘱之外，从而这个系争遗嘱的遗产执行人，也就是本件的原告 X， 他应该是仅就被继承人 A 在美国的遗产有执行权限，而不基于在台湾的遗产。这个是针对第三个争点，原审台南高分院的这个认定。第四个争点，也就是被告在台湾的这个女儿呢，她就有系争不动产
也就是在台湾的这些不动产办理继承登记，有没有不法侵害本件原告的权利？这个部分，被上诉人，也就是在台湾的女儿呢，原审台南高分院认为说，他既然没有丧失对于被继承人 A 遗产继承权的事由，而 A 的法定继承人同意将其得继承的这个财产登记给被上诉人 Y 的名下，则 Y 依照我国法律的规定而办理系争土地及建物之继承登记，与法并无不合，也没有侵害本件原告 X 的权利可言。X 诉请被告 Y 将系争土地及建物以分割继承为原因，所为之所有权移转登记予以涂销，即属无据，这不应该要准许，并说明上诉人其余主张与举证为不足采及无逐一论述之理由，因而维持第一审所为上诉人败诉的判决，驳回他的这个上诉。针对第5个争点，被告 Y 有没有丧失继承权？原审认为呢 ，A 死亡以后，谁是他的继承人，应该要依照我国民国99年5月26日修正前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22条，也就是旧法第22条，继承依被继承人为死亡时之本国法。但依中华民国法律，中华民国国民应为继承人者，得就其在中华民国之遗产继承之的这个规定，以我国民法为准据法。所以参酌上开民法的规定，应该要认为上诉人 Y 并没有丧失继承权的这个事由的时候， Y 就是 A 的继承人。所以这个从系争遗嘱来看，并没有只字片语提及这个在台湾的女儿本件被告 Y 或其他的继承人对于 A 生前有任何虐待的情事。原审台南高分院这一段就是在说明本件被告 Y 他并没有丧失这个继承权，而他有没有丧失继承权，在这个部分原审特别适用了准据法的这个规定，来这个判断被告是否有丧失继承权的问题。所以等于就1到5个争点，第5个争点呢，等于有适用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那第5个争点跟第4个争点又是有关联性的，但是前面的其他的争点呢，就没有依照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来适用准据法。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是我们后面要检讨的这个重点之一。就这个部分，这个原审台南高分院的争点整理，以及对于各个争点法院的法律意见，我们整理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